这段视频里，4个篮球叠罗汉竟能整体向前滚动而不散落。如果研究其工作原理，会发现这其实和奥迪汽车的 Quattro 四驱系统非常相似。所以本期我们就通过这4个篮球来探索 Quattro 的核心秘密。把4个篮球如图摆放，发现接触地面的球受到上方篮球挤压所承受的法向压力形成了滚动力矩，但两球间的静摩擦力制造了等大的反向力矩，将下方篮球所指不能滚动。可是这个压力还能推动它向外滑动，同时被两球间的摩擦力推动内旋。此时地面的静摩擦力同样起到了所指限滑作用，导致4个篮球都无法滑动，被静摩擦力锁定成为整体。而它们顺坡滚动时，触地的球又通过静摩擦力向上方传递动力，使上下两球在接触点处的线速度相同，因此这些球在滚动中依然被静摩擦力所指，不会散落。假如上方篮球有动力，能摩擦驱动下方的球，那么4个篮球就可看成刚性连接，会同速滚动，整体平移。如果一侧陷入泥地失去抓地力，则动力会转移到其他轮子，从而轻松脱困。这就像奥迪的四驱汽车，只要轮子出现打滑，差速器就会自动把传动轴和半轴刚性连接，将动力转移给有抓地力的轮子。而这一功能就是通过 Quattro 的托森限滑差速器实现的。这款差速器是给左右半轴各套一个涡杆，并各自在外圈啮合3个涡轮，用传动轴驱动外壳旋转，带动涡轮绕半轴公转。转弯时，该差速器允许两侧半轴出现转速差，而一侧打滑时，两边的半轴就所指为一体，让有抓地力的轮子获得扭矩，不让打滑轮空转。这些功能的奥妙就在于半轴上的涡杆和涡轮。如图所示，当涡杆旋转挤压涡轮时，涡杆受到的扭力在齿面形成较大分力，可突破啮合面的最大静摩擦力，推动涡轮的齿滑动前移，从而旋转起来。但转动涡轮推动涡杆时，涡轮的扭力在摩擦方向上分力较小，导致啮合面被静摩擦力所指，无法滑动，所以涡轮不能带动涡杆。那么让涡轮开始公转，齿面压力就会推动涡杆旋转。由于车轮受到地面阻力会牵制涡杆转速变慢，于是向右推挤齿面，带动涡轮逆时针旋转。因此车轮在弯道内侧时，转弯半径越小，则半轴转速越慢，齿间压力就越大，涡轮逆时针转速就会加快。反之，车轮在转弯外侧时，弯道半径越小，则半轴转速越快，涡轮受到向左的齿间压力越大，顺时针转速就越快。但这么看来，一旦轮子卡进凹坑，差速器就会空转起来，功率全被涡轮自转浪费掉，导致轮子失去动力。所以鸡贼的设计者将并排的涡轮用齿轮啮合，让2个涡轮的逆时针扭矩相互抵抗，咬死不动，这样涡杆就被一起固定，使半轴和差速器外壳连为一体，变成刚性传动，像篮球叠罗汉一样直线前进。但进入弯道，内侧半轴转速减慢，涡杆向右推动涡轮自转，而外侧半轴转速加快，向左推动涡轮，这样涡轮对转就允许两侧半轴出现转速差。如果一边轮子压进粪坑失去抓地力，那么涡杆对涡轮向右的压力就会消失，导致该侧涡轮出现被隔壁带动反转的趋势。可涡轮并不能驱动涡杆，二者已经锁止在一起，于是环环相扣，将隔壁的涡轮和涡杆一并锁止，再次让两边半轴和差速器外壳刚性连接。于是打滑的车轮被涡轮涡杆间的静摩擦力自动限滑，使动力转移到对面的半轴，继续驱动车辆脱困。可见这种托森差速器一旦轮子打滑，齿轮之间的静摩擦力就可瞬间将全部零件锁为一体，因此它带有原生的扭矩感应限滑差速锁。其实用这种差速器的 Quattro 全时四驱系统，就是因为里面没啥能坏的零件，才十分可靠耐用。就像大家常说的，你只管踩油门，剩下的交给 Quattro。